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老听见这个老美在那儿咋呼，一会儿呢派个船过来溜达溜达，一会儿卖点破铜烂铁给对岸，搞得好像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随时准备为那谁两肋插刀一样。但是你有没有琢磨过一个问题啊？他们是真有这个胆儿，还是说就是动动嘴皮子打嘴炮？这个美军他到底想不想，或者说到底敢不敢跟这个解放军掰手腕？以前这个事儿吧，咱们都是自个儿分析但是现在有意思了，这美国人自己替咱们回答了。就在这个7月31号，那帮最懂老美的自己人搞了个报告，他们干了啥呢？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过家家，用这个电脑模拟来回推演了26遍要是咱解放军真的收复台湾，这个仗他会打成啥样？嘿，你猜怎么着？这不推不知道一推吓一跳这个报告里扒开那些专业术语就俩字儿不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为啥说这个老美不是不想打，而是算来算去发现这个仗他们打不起也不敢打。先说这个推演的第一步战争一打响，主角是谁很多人肯定觉得那肯定是解放军跟那个对岸的台军干起来呗。这老美那帮专家说了错了，或者说是对了一半吧。在他们推演的26个剧本里有个共同点，就像那个电视剧的片头曲一样雷打不动，那就是只要这个解放军一动手，第一件事绝对不是抢滩登陆，而是先把整个台湾岛给它围起来。那怎么围呢？海陆空立体封锁，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包饺子把这个整个岛包得严严实实，这个苍都飞不进来。这下可要了命了，为啥你想这个台湾它是个岛啥都缺什么吃的用的，特别是能源都得靠进口。这下好了，海上生命线一断，这就等于把人的氧气管给拔了这报告里说的最要命的不是粮食而是天然气。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天然气不就是烧火做饭的吗？能有多大影响这影响大了去了。现在这个台湾岛上超过40%的电都是烧这个天然气发的。这玩意岛上储备有多少呢？这老美专家给了个惊人的数字最多撑10天。你没听错，就10天。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个解放军围着你不动手打你岛上的储气罐，就让你自己耗。那10天之后呢，这个岛上一半的发电站就得熄火。而且这帮老美专家还是太天真了，或者说太给这个解放军留面子了。他们假设这个解放军不打那些天然气储备设施，可是现实呢，就在今年的4月份，咱们解放军搞了次演习，叫海峡雷霆 2025A。在那次演习里咱们的远火就是那个新型的191型远程火箭炮，第一次公开了模拟打击的画面，打到哪儿你猜猜？就是高雄港的天然气储气罐。这说明啥？这说明咱早就把这个剧本写好了我们不仅要拔你的氧气罐，还要一脚踹翻你的氧气瓶。那到时候了，别说是10天了可能连10个小时都撑不住，直接就断气了这还只是天然气那这电一停影响了可是方方面面这老百姓家里没电，暂时呢是问题不大。那台军的指挥系统、雷达站、防空导弹阵地，哪个不是电老虎没了电，那雷达就是个摆设指挥部里这个长官们只能靠点蜡烛用吼来下命令了这不就是一群睁眼瞎聋子吗？面对解放军这种攻势他们连有效的防御都组织不起来。所以这个老美专家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台当局自己能做的事就非常有限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个战五渣，撑不了几个回合。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指望是啥？就是对着这太平洋大喊：大哥救我，大哥快来好，现在这个剧情进入了第2阶段了。这个岛上扛不住了，开始呼叫外援了。
美国大哥和他的小跟班日本会不会来呢？这老美专家的推演里说啊，会，老美会介入。但是呢，一旦这个老美的飞机、军舰啊开始往这个台海这边凑，那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全变了啊！这就不是什么统一之战了，而是中美之间的大国冲突了。战场啊，也就不再是台湾海峡的1亩3分地了。解放军会坐视你老美舒舒服服的在旁边拉偏架吗？开什么玩笑啊！你敢动手啊，我就敢连你一起打。到时候整个亚太地区，从这个日本、菲律宾到更远的关岛，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棋盘。棋盘上啊，到处都是炮火。你想想，这老美在亚太的军事基地啊，主要在哪儿啊？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些基地啊，平时是耀武扬威的。真打起来啊，那就是一个个活靶子呀！解放军的导弹啊，早就把他们的坐标刻在 DNA 里了。尤其是呢，关岛这个地方，咱们得重点说说呀。这关岛是老美的海外领土，是老美在整个亚太地区最大、最核心的军事基地。那它的地位有多重要啊？这个老美的报告里啊，形容它是西太美军的心脏和大脑，所有的指挥、调度、后勤啊，都从这儿发出去。哎，你说打蛇呢打7寸，要瘫痪老美的干涉部队啊，第一件事啊应该干啥？那必须是把这个心脏和这个大脑给它废了呀，给这个关岛搞一次去军事化的外科手术。怎么打呀？这报告里啊，老美自己啊都替咱想好了，简直是贴心服务哦。他们推测啊，咱的火箭军啊会用上那个大名鼎鼎的东风快递，具体型号啊就是东风26。这玩意儿有个外号啊，叫关岛杀手，千里之外去上相射击，指哪打哪，专门就是为关岛量身定做的。咱的空军呢会出动轰 6K、轰 6N 这种战神轰炸机，他们自己不用飞到关岛上空，在这个很远的地方啊，把这个长剑20巡航导弹一放，那个导弹啊自己就跟长了眼睛一样，奔着关岛的机库跑道就去了。这海军啊更不用说，咱的潜艇啊安安静静的潜伏在这个深海里啊，你根本都不知道它在哪儿。需要的时候啊，这个导弹唰的一下钻出水面，从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啊直扑关岛。所以你看，这是一场海陆空天战，全方位的饱和式攻击，关岛到时候就是人间炼狱。好了，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啊！这个仗一打，这老美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这份报告里啊，最核心、最让老美人睡不着觉的就是这份伤亡账单。我给你念念这个报告里面的原话啊，你听听有多吓人。这个报告推测，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攻击下，西太平洋的美军会被摧毁数以百计的战斗机，被击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数十艘舰艇。你听听啊，包括航空母舰呀，一艘航母啊，那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啊，是老美全球霸权的象征啊。这个报告里说，这玩意儿都可能被击沉啊。更要命的是这个人员伤亡，这个报告里给出的数字是，美军人员伤亡总数啊，至少也有2万人。2万啊，这个不是个小数字啊！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就知道这个2万人啊是什么概念了。现在啊，驻扎在这个韩国的全部美军啊，加起来也就2万多人。也就是说啊，打这么一仗，老美在这个西太的精锐啊，可能在短短几周内啊，就直接被打残了，相当于整个驻韩美军啊全军覆没。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从这个2001年到这个2019年，老美打了将近20年的反恐战争，在这个什么阿富汗啦，在这个伊拉克呀，折腾了这么久，死了多少美军士兵啊？答案是7014人，不到1万人哦。那现在跟中国打一仗，1个月不到，伤亡数字可能就是整个反恐战争的3倍啊！而且这个老美专家还特别强调2个字，至少2万人，那真实数字可能是3万、4万，甚至可能会更高。这还没有算上被拖下水的日本自卫队、澳大利亚军队这些仆从军的伤亡。哎，你想想哦，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看到这个数字，他们的手会不会抖啊？这个总统的头发会不会一夜之间就白了啊？老美自从越南战争以后啊，就再也没有打过这么奢侈的仗了呀。他们习惯了打不对称战争啊，就是开着这个隐身的飞机啊，去轰炸那些连这个雷达都没有的国家。现在呢，面对一个拥有完整的海陆空天作战体系，而且呢是在自己家门口作战的解放军，他们的那套玩法不灵了。
而且啊，这仗主要打的是海空军。这海空军的士兵啊，那都是金疙瘩呀！飞行员、航母舰员，培养一个出来得花多少钱啊？花多少时间啊？那死一个都是心疼的不得了啊！这下子上万的死，整个西太的海空力量基本上就等于被解放军给打废了呀！有人可能会说啊，那老美可以增兵啊，他们这个本土的部队调过来不就行了吗？但是问题是啊，在解放军的主场优势面前，你兵力增加并不等于优势增加呀，反而可能会导致美军的伤亡人数啊再创新高。哎，你来一艘航母，我用导弹打；你来2艘，我加倍打。你来的越多，我的靶子就越多，战果就越辉煌。这就是添油战术，是兵家大忌。那聊到这儿，可能就有人会说，哎呦喂，你光说美军损失惨重，那解放军呢？哎，你放心啊，这个老美顶级的智库啊，肯定是不会忘了咱的。这报告里也是专门提到了啊，说这个解放军的损失啊也不会小，在某些推演的剧本里啊，损失甚至比这个美军还要多。这点啊，我们不否认，这个战争啊它是残酷的呀，只要是战争就必然有牺牲。那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这个民族的尊严，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啊，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当这场冲突从这个台海冲突升级为中美冲突的时候，那个最早的主角台军啊，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老美专家的报告里说的很明白啊，到了那个时候啊，台军早就被第一波打击给打懵了，深陷在咱们前面说的那个资源危机里。别说是参与中美之间的神仙打架级别的海空大战了，他们连自保都做不到。可能啊，等到他们缓过神来啊，这个战争啊都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啊，这个台海问题啊，说到底，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军事对比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决心和国家意志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啊，这是完成国家统一的最后一战，是洗刷100年国耻的终章，这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们退无可退啊。对于这个老美来说呢，它是什么呀？是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民主盟友？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啊，还是为了维护他那个摇摇欲坠的全球霸权啊？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很高大上，但是你问问老美的老百姓，问问那2万多可能要被装在裹尸袋里啊运回家的士兵的家属，他们愿不愿意为了这些高大上的理由啊，去跟一个核大国拼命？所以啊，咱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啊，这老美军队是不想打呢，还是不敢打？这份由他们自己人写的报告啊，已经给出了最清晰的答案。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评估、计算、推演，得出的结果就是啊，不敢打。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开战啊，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东风导弹和隐形战机，更是一个拥有14亿人民坚定意志的伟大国家。他们知道啊，这场战争的代价将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家门口啊，他们没有任何胜算啊。所以以后再听到太平洋那头啊有什么强硬的言论啊，咱们听听就好，别太当真了，就当是看戏啊，看他们如何在一份自己都不相信的剧本里啊，硬着头皮把这个戏啊演下去。真正的底牌啊，早就被他们自己的智库啊明明白白的亮出来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啊，心里是不是跟我一样更有底儿了？大国博弈啊，靠的从来都不是嗓门大，而是实打实的拳头硬。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做好自己的事儿，这就比啥都强啊。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